明德国学博圣堂大学院讲第9讲，题目：正心之要，定静安虑得。副标题：愿我正心不乱，于动中守静，于乱中安神。尊敬的各位同道，欢迎来到明德国学博圣堂大学院讲第9讲。本讲我们将深入探讨大学中正心的核心要义，以及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这一修心5步功法。在物欲横流、信息纷扰的现代社会，正心不仅是修身的根本，更是实现止于至善、成就真实愿力的必由之路。心为万法之源，正心的根本意义。大学开篇即言：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一心。是德性生发的熔炉，是愿力承载的舟楫，更是贯通内外、连接之行的枢纽。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曾言：圣人之道，无性自足，此性即心之本体，唯有正心，方能明心见性，使内在德性与外在言行浑然一体。然而，现代人的心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碎片化信息如洪流冲击认知，功利化思维扭曲价值判断，情绪波动更已牵动行为失序。正如荀子解闭所言：心者，行之君也，而神明之主也。若心不正，则如舟行迷航，纵有万千计划，亦难抵理想彼岸。因此，大学提出的正心之学，恰似一剂良药，直指当代人精神内耗的根源。5节心法，从知止到得悟的修心4谛。大学所言：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，构成了系统的修心方法论。这5个阶段环环相扣，既是4谛功夫，亦是圆融境界。知止，锚定生命的坐标。知止即明确人生的终极目标与行为边界。大学云：止于至善，此止非停滞，而是如道德经所言：归根约静，找到心灵安住的归宿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，以天下为己任。玄奘西行求法，以弘法利生为终极追求。他们正是因知止，方能在困厄中坚守愿力。现代人若能明晰为何而活，为何而行，便能在纷繁选择中锚定方向，避免随波逐流。有定，构建内在的定力。定是知止后的必然结果，亦是抵御外扰的铠甲。达摩祖师面壁9年，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正是定力的极致体现。在现代社会，定力表现为不被短期诱惑左右，拒绝熬夜刷手机的冲动，克制盲目消费的欲望，专注于真正有价值的目标。正如坛经所言：心地无非自性戒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。定非枯坐，而是心有所主，行有所依。能静，涤荡心灵的尘埃。静是定力的深化，强调内心的澄明与通透。诸葛亮诫子书云：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近。不是远离尘世，而是大隐隐于世的从容。是官言回忆丹时，一瓢饮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正是以静定心，超然物外。现代人可通过冥想、阅读等方式，在喧嚣中辟一方净土，让心灵沉淀杂质，照见本真。能安，安顿生命的根基。安不仅指身体的安适，更是精神的归宿。论语中，孔子赞闵子骞夫人不言，言必有重，其从容不迫的气度，正是安的写照。真正的安，是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的豁达，顺境时不骄，逆境时不馁。如苏轼贬谪黄州，仍能竹杖芒鞋轻胜马，以安闲之心应对无常。能虑能得，智慧与愿力的圆满。虑非忧虑，而是深思熟虑，明辨是非的智慧。得非功利之德，而是对真理的证悟，对愿力的实现。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曾言：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，唯有通过虑，方能识破内心的贪婪傲慢，让智慧升起。唯有得，方能将诚意正心的功夫转化为齐家治国的实践，达成明明德于天下的终极理想。愿修关键词，解码正心的核心密码。正心即端正心意，不欺自心。孟子云：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成，悦莫大焉。正心者，须时时自省，如曾子三省吾身，确保言行与良知相符。
2. 定静，内定而后心静，静中观道。庄子言：治人之用心若静，不将不迎，婴而不藏。唯有内心笃定，方能如明镜照物，洞察本质。3. 安律德，身安心安。律正则得真愿。范仲淹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正是以安闲之心深虑民生，最终实现先忧后乐的宏大志愿。4. 今日愿句，以愿力守护正心。愿我正心如镜，照见真我；愿我定静安神，愿行不乱。此愿句如井中长鸣，心若明镜，则不被虚妄迷惑；神若静定，则不为外境动摇。唯有如此，方能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持守愿力，稳步前行。5. 愿修日课，将正心融入日常生活。1. 晨起定念，每日清晨静坐3分钟，摒弃杂念，心中默念：愿我今日一念不乱，一心向明，以此唤醒觉知，为一日定下正念基调。2. 临事醒察，遇人遇事时，内问3言：我此心是否端正，是否被情绪或私欲左右？我此意是否真诚，是否违背初心与良知？我此行是否随愿，是否偏离生命的终极方向？3. 晚间沉淀，睡前抄写一句心愿记，如心正则身安，愿清则光现，在一笔一画中复盘当日言行，净化心灵，积蓄愿力。结语：正心以立事，愿行以化人。大学的正心之学，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指南，更是成就大业的根基。古往今来，凡成大事者，莫不以正心为本。商鞅喜慕立信，以正心立威；张居正改革变法，以正心济世。在当代，若每个人都能以定静安律德的功夫涵养心性，以真诚愿力践行使命，则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理想，终将从典籍走向现实。愿我们共同以正心为灯，照破无明；以愿力为舟，渡达彼岸。下一讲，我们将继续探索大学智慧，共寻至善之道。今日愿句：愿我正心如镜，照见真我；愿我定静安神，愿行不乱。